我们会不会是宇宙里最后的文明，不是第一批，而是最后一批？火星干了，金星烤了，月球死了，放眼太阳系，好像就地球还活着。再看看外面，那些恒星一个比一个老，一个比一个凉。银河系里安安静静，连个无线电信号都没有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赶上了宇宙的末班车？不，我认为恰恰相反，我们不是末班车，我们可能是第一班。宇宙的生机大幕才刚拉开，大多数好戏根本还没开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对死寂和生机的理解，从一开始就搞错了。你以为一个星球要么活着，要么死了？不，星球不是灯泡，不是开关两个档。星球更像四季，有春天，有夏天，有秋天，有冬天。每颗星球都会经历一段温度适宜、液态水存在、生命有可能诞生的时期，我把它叫做温暖期。我们现在就在地球的温暖期里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，但真相是，太阳系里几乎每颗大个头的天体都曾经有过自己的温暖期，有的已经过完了，有的还没开始。你看看火星，现在是一颗冻干的红球，大气稀薄到可以忽略不计。但35亿年前，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里有一个巨大的湖泊，还有河流注入，形成了三角洲。2026年1月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团队发表了最新研究，他们在耶泽罗陨石坑的边缘地带找到了古代海岸线的首个确凿痕迹。层状砂岩里有被磨圆的橄榄石和碳酸盐颗粒，这是波浪侵蚀和搬运的教科书级证据。说白了，那片地方曾经有水在拍岸，有浪在冲刷，有沙滩在阳光下面闪闪发亮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35亿年前的火星，天空可能是蓝色的，而不是现在的红色。湖面在风里泛起涟漪，远处可能有火山在冒烟。如果那时候有外星人路过太阳系，他们会觉得火星比地球更有希望，因为那时候的地球刚刚从岩浆海里凉下来没多久，大气里全是二氧化碳和氮气，连一丝游离氧都没有。火星的河流三角洲沉积物里还发现了粘土矿物和含水硅酸盐，这些只有在液态水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。2024年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耶泽罗陨石坑的沉积层序，发现湖泊水位经历过多次波动，说明火星的温暖期不是一闪而过的短暂现象，而是持续了至少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稳定气候。你想想，数千万年的液态水，稳定的气候，有河流，有湖泊，有三角洲，这跟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条件几乎一模一样。火星上有没有出现过生命？毅力号火星车正在收集样本，预计2033年左右带回地球。如果那些样本里发现了古代微生物的化石痕迹，那就意味着生命在太阳系里至少独立诞生过2次，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诞生概率的认知。但就算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，它们也大概率已经灭绝了，因为火星的温暖期结束得太彻底了。不仅大气没了，磁场也没了，连表面液态水的痕迹都被几十亿年的辐射和风蚀抹得七零八落。火星就像一个曾经繁华的城市，建筑全塌了，居民全走了，只剩下地基的残骸，告诉你这里曾经有人住过。火星的温暖期持续了至少数亿年，但它的命不好，
火星太小了，质量只有地球的11%，散热太快，核心一旦凉了，对流的铁镍合金不再运动，磁场就灭了。这就像一辆车，发动机熄火了，没有磁场保护，太阳风里的高能粒子直接往大气层上招呼。美国航天局的马文号探测器测过，火星现在每秒钟丢失大约100克大气物质，太阳风暴来的时候，丢失速率飙升10到20倍。你就这么想，火星的大气层像一件棉袄，太阳风像一把剃须刀，一点一点地剃了几十亿年，棉袄变成了纱布，大气没了，气压就撑不住了，液态水要么蒸发，要么冻住，湖泊干了，河流断了，三角洲被风蚀成了残骸。火星的温暖期结束了，不是因为它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它的个子太小，扛不住时间。说真的，火星至少还留下了证据，金星连证据都给它抹了。关于金星有没有过海洋这件事，学术界吵了很多年。老一派的模型认为，金星早期可能有浓厚云层覆盖，表面温度足够低，海洋能存在20亿年。2023年的研究还信誓旦旦地说，金星可能到7亿年前都是宜居的。但2024年12月，英国剑桥大学在《自然天文学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，直接翻了桌子。他们通过分析金星大气层的化学成分，反推金星内部的含水情况，结果发现金星内部严重缺氢，比地球内部干燥得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金星可能从来没有过适合海洋形成的条件，大气中存在过的任何水都只是蒸汽，最终散逸到了太空里，从来没有凝结成过液态海洋。我认为剑桥这个团队更靠谱。为什么？因为金星表面有一个硬伤，没有明显的水蚀痕迹。地球和火星的水在地质历史上都留下了大量的侵蚀地貌，但金星表面干干净净，一点水改造过的痕迹都没有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金星表面被火山活动彻底重塑过，老地貌被掩埋了。这个解释听着有道理，但如果金星真的有过20亿年的海洋，那岩浆再怎么覆盖，也不可能把所有水蚀痕迹都擦得干干净净。你要知道，地球上的水蚀痕迹深达地壳几公里，不是一层玄武岩就能盖住的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金星可能就是生来就热，它离太阳太近，表面温度从开始就降不下来，水蒸气始终留在大气里，没能凝结成海洋。后来失控的温室效应和剧烈的火山活动，更是把它推到了465度的地狱模式。金星的故事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而是从来就没有过海。当然，反对的人不这么想，他们会说，剑桥的化学模型也有不确定性。但说实话，一方有地貌证据支持，另一方只有模型推测，我选有证据的那边。有意思的是，月球这种看起来跟生机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，居然也有过自己的温暖期。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温暖期，但确实有过。美国航天局的研究发现，大约35亿到40亿年前，月球上发生过大规模火山喷发，喷出来的不只是熔岩，还有大量气体，包括二氧化碳、水蒸气、一氧化碳和硫。这些气体的喷射速度快过逃逸速度，于是在月球周围聚集成了一个临时大气层。这个大气层持续了大约7000万年，表面气压
大约是地球海平面气压的1%，比今天的火星大气还厚一点。7000万年听起来不长，但放在生命起源的尺度上看，这已经不算短了。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迹象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，而月球的大气层恰好覆盖了差不多同一个时期。当然，月球太小，引力留不住大气，7000万年后，气体全部散逸或者冻结在两极。但你要知道，月球曾经有过风，有过气压，有过大气层包裹的时光，它不是从来就是一块光秃秃的石头。顺便说一句，2024年9月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嫦娥5号月壤样本里发现了3颗火山玻璃珠，证明月球在1.2亿年前仍然存在小规模火山活动。1.2亿年前，那时候地球上的恐龙还在跑来跑去，而月球这个被认为早就死了的天体，内部竟然还有余温在折腾。这就像一个80岁的老头，你以为他早就不动了，结果他偷偷在院子里做俯卧撑。水星就更不用提了，它是太阳系里最惨的对照组，离太阳太近，白天400多度，夜晚零下180，从来没有过液态水存在的窗口。水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：生机不是你存在的够久就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你得在合适的位置，有合适的个子，有合适的内部热量，差一样都不行。说真的，看到这些邻居的结局，你可能会觉得太阳系真荒凉，火星干了，金星烤了，月球凉了，水星从来没起来过。但别急着下结论，太阳系里还有另一类天体，它们不走表面路线，而是把生机藏在了冰壳下面。木卫2就是木星的第4大卫星，它的表面温度零下170度，冰层厚达10到30公里，但冰层下面藏着一个深度约100公里的全球性液态盐水海洋，水量是地球海洋总和的2倍。你在地球上看到的所有大洋大海加在一起，还不如木卫2冰层下面那一坨。这个海洋为什么是液态的？因为潮汐加热，木卫2被木星的引力拉扯着，每绕一圈就要被挤压拉伸一次，内部的冰层在反复变形中产生摩擦热，硬生生把自己给捂热了。这跟揉面团差不多，你揉得越快，面团越烫。木星的引力就是那双揉面的手，木卫2就是那个面团。土卫2更夸张，这颗土星的卫星只有500公里直径，小得可怜，但它的南极有间歇泉，在往外喷水蒸气和冰粒。卡西尼号探测器直接穿过了喷出来的物质，检测到了水、盐、有机分子，甚至找到了2氧化硅颗粒。这意味着海底有热液活动。一个500公里宽的小冰球，在零下200度的环境中，内部居然有热泉在冒泡。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地球上的深海热泉口，也就是所谓的黑烟囱，周围聚集着密集的生态系统，管虫、螃蟹、虾，甚至鱼类，全靠化学合成细菌提供的能量活着。这些细菌不靠阳光，靠的是硫化氢和甲烷的化学反应。天体生物学家管这种生命模式叫化能合成。如果地球上的黑烟囱能养活一整套生态，土卫2的海底热泉为什么不行？当然，卡西尼号检测到的2氧化硅颗粒
只能证明海底有水盐反应，不能证明有生命。但这已经够让人兴奋了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们找生命只会在恒星宜居带里找的是跟地球差不多的行星，有大气，有水，有阳光。但土卫二告诉我们，一颗远离太阳的小冰球，靠潮汐加热就能搞出一整套跟地球深海热泉差不多的环境。生命诞生需要的不是阳光，是能量差。任何地方只要有能量梯度，有液态介质，有基本的化学元素，就有可能孕育生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太阳系里有潮汐加热潜力的卫星，不止木卫二和土卫二。木卫一虽然是个硫磺地狱，但它证明了潮汐加热可以极端到什么程度。木卫三和木卫四也可能有冰下海洋，只是证据不如木卫二确凿。海卫一、海王星的卫星可能也有。这些卫星加在一起，太阳系内部可能有5-6个冰下海洋世界。而银河系里有卫星的气态巨行星有多少？保守估计数百亿颗，每一颗都可能带着几个冰壳，下面藏着海洋的卫星。你算算，这是多大的基数？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生命需要的条件可能根本不需要恒星光照。地球上的生命依赖太阳能，但深海热泉口的生态系统完全靠化学能活着，不靠阳光。如果木卫二或土卫二的冰下海洋里存在生命，它们的能量来源就是潮汐摩擦和岩石化学反应，跟太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但是我得泼一盆冷水。2026年1月，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研究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团队对木卫二海底条件做了模型分析，结果发现木卫二的海床可能过于坚硬，极少甚至完全不存在活跃的断层活动。没有断层活动，就没有热液喷口，就没有化学能供给。地球上的深海热泉生态之所以繁荣，是因为海底在扩张，在裂开，在不断暴露新岩石跟海水反应。木卫二的海底如果是一块死硬的石头板子，那生命在那里冒出来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模型推测，不是定论。但我倾向于认为，木卫二存在生命的概率确实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高。潮汐加热能融化冰层，但能不能驱动海底地质活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地球的板块运动靠的是地幔对流和放射性衰变热。木卫二太小，内部热量不够看，海底可能就是一块安静的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冰冻岩盘。不过即便木卫二不行，潮汐加热这个机制本身已经够颠覆了。它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宇宙中最持久的温暖期可能不是暴露在恒星光照下的表面，而是深藏在冰层之下的黑暗海洋。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不代表没有生机，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如果冰下海洋可以不依赖恒星光照，那宇宙里有卫星的地方就可能有海洋，有海洋的地方就可能有温暖期。银河系里有卫星的行星有多少？数以百亿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可能一直在错误的地方找生命。我们盯着恒星周围的宜居带，找类地行星，找液态水存在的痕迹，但真正的生机大本营可能藏在那些冰壳下面。安安静静地过了几十亿年，我们连看都看不到。
好，说完了太阳系，我们回头看看地球自己。我们总说地球宜居，地球特殊，地球是宇宙的奇迹，没错。但你知道地球的温暖期还剩多少吗？地球大约有46亿年的历史，最初的几亿年是岩浆海冷却期。不用说了，大约35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迹象，但那些全是微生物。35亿年到24亿年前，地球大气里几乎没有游离氧，只有甲烷、二氧化碳和氮气。然后蓝藻出现了，花了大约10亿年时间，把大气氧浓度从2%拉到了4%，这就是大氧化事件。但即便有了氧，地球在之后的10几亿年里依然是微生物的天下。复杂的动植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大约5亿年前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5亿年前，地球46亿年历史，复杂生命只占了最后5亿年。也就是说，地球的微生物时代占了总历史的90%。我们引以为豪的复杂生态圈，只是地球漫长历史里一段短短的尾巴。你以为地球一直在养恐龙、养大象、养人类？不，地球大部分时间在养细菌，而且这段尾巴快要结束了。随着太阳逐渐变亮，地球表面温度会持续上升，温度上升会加速岩石风化，风化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少了，植物就没法进行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一停，氧气供应就断了。美国航天局和东京大学的联合研究模型预测，大约10亿年后，地球大气中的氧气含量会骤降到现在的1%。10亿年后，地球会回到微生物时代，跟35亿年前一样。10亿年，听着很长，放宇宙尺度里就是一眨眼。宇宙已经138亿岁了，地球的复杂生命窗口只有大约15亿年，也就是总历史的一个零头。人类文明呢？如果从农业革命算起，1万年放在地球46亿年历史里，就是0.02个百分点；放在宇宙138亿年历史里，连尘埃都算不上。而且你要注意，10亿年这个数字是指氧气骤降的时间点，不是说10亿年后地球才变得不宜居。实际上，在氧气骤降之前很久，地球的宜居条件就已经开始恶化了。随着太阳变亮，全球气温升高，海洋蒸发加剧，水蒸气本身就是温室气体，会进一步加剧升温。这在气候学里叫正反馈循环。等到海洋开始大量蒸发，大气中水蒸气浓度飙升，地球就会重蹈金星的覆辙，进入失控的温室效应。当然，这个过程的具体时间点还有争议，有模型说8亿年，有模型说15亿年，但不管取哪个数字，结论都是一样的。地球的复杂生命窗口正在关闭。说白了，太阳是在慢条斯理地谋杀地球，它不是一下子把你烤死，而是每过1亿年把温度拧高一点点。你觉得没什么，但碳循环系统已经感受到了。硅酸盐岩石的风化速率跟温度成正比，温度越高，风化越快，吸收的二氧化碳越多，二氧化碳少了，温室效应就弱了。这本来是个降温机制，但问题是，当二氧化碳被吸收到低于植物光合作用的最低浓度阈值，植物就得死。植物死了，氧气就没有了来源，氧气没了，动物也跟着死。
最后地球大气回到微生物时代，只有厌氧菌在角落里默默活着，跟38亿年前一模一样。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，从微生物开始到微生物结束，中间那段有氧气、有动物、有植物的时光，只是这个循环里一个幸运的插曲。有意思的是，地球历史上其实经历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氧化和缺氧波动。24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是一次，把大气氧从2%拉到了4%。后来在24亿到20亿年前，又出现过一次叫拉克兰德事件的氧气下降期。再后来，大约6亿年前，第二次大氧化事件把氧气推到了接近现代水平，紧接着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也就是说，氧气不是一路上升的，它是波动着上升的，中间有过好几次差点回到无氧状态。地球的温暖期不是一个平稳的平台，而是一条起伏的曲线，只不过我们恰好站在了曲线的最高点。所以人类文明是什么？是地球温暖期末端一个极其短暂的切片，就像一场长达10小时的演出，你只在最后1秒走进了剧场。你以为演出会一直继续，但演员已经开始收拾道具了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们岂不是正好赶上了？对，确实是赶上了，但我们赶上的是地球的温暖期，不是宇宙的温暖期。宇宙的温暖期大多数还没开始呢。先说土卫六，土卫六是土星最大的卫星，也是太阳系里唯一拥有浓厚大气的卫星。大气主要成分是氮气，占比98.4%，跟地球惊人的相似。表面气压是地球的1.5倍，它还有湖泊和河流，不过里面装的不是水，是液态甲烷和乙烷。表面温度零下178度，有机物满地都是。甲烷的循环就跟地球上的水循环一模一样，有蒸发，有降雨，有汇流。但土卫六现在太冷了，冷到甲烷都是液态的，它就像一个冰冻仓库，原材料都备齐了，就差一把火。这把火什么时候来？大约60亿年后，太阳变成红巨星的时候，太阳在氢燃料耗尽后会膨胀，体积可能吞掉水星和金星，甚至逼近地球。土星系统会进入新的温度区间，土卫六的表面温度会升到足以让水变成液态的程度。到那时候，土卫六可能拥有液态水、海洋、适宜大气和丰富有机物，同时满足生命诞生的几个核心条件。换句话说，土卫六的温暖期还没开始，它还在等。等到太阳老了、胀了、快死了的时候，它才迎来自己的春天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地球的温暖期快结束了，土卫六的才要开始，这就是时间错位。宇宙里不是所有地方都同步的，有的早，有的晚，参差不齐，像一片田地里的庄稼，有的已经收割了，有的才刚发芽。但土卫六只是太阳系里的一个例子，真正让格局打开的是那些在太阳系外面的东西。红矮星，银河系里75%的恒星都是红矮星，它们又小又暗，表面温度只有2-3千度，但它们有一个恐怖的优势：寿命。太阳的寿命大约100亿年，现在已经活了46亿年，还剩50亿年。红矮星呢？寿命从1万亿年到10万亿年不等，质量只有太阳1半的红矮星能烧400万亿年。宇宙现在才138亿岁，
对红矮星来说，它们刚出生没多久，就像一个人能活10000岁，现在才过了1岁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红矮星周围的行星能够孕育生命，那些星球的温暖期可以持续数百亿年，甚至数千亿年。地球的复杂生命窗口只有15亿年，红矮星的行星可能有几百亿年。生命诞生的时间、演化的时间、发展出复杂生态的时间，都比地球充裕得多。但红矮星有个毛病，它们脾气不好。年轻的红矮星频繁爆发耀斑，释放大量高能紫外线和 X 射线。宜居带的行星离红矮星很近，因为红矮星暗必须靠近才能接收到足够的热量。这一近，耀斑的杀伤力就放大了。大气层可能被剥离，水蒸气可能被光解，脱氧核糖核酸如果有的话，可能被直接打碎。还有一个麻烦叫潮汐锁定，因为离红矮星太近，行星很容易被潮汐锁定，一面永远朝向恒星，一面永远背对，就像月球永远只有一面朝向地球。这意味着行星上一面是永恒的白天，一面是永恒的黑夜。白天那面可能热到水沸腾，黑夜那面可能冷到大气冻结。这种情况下，只有白天和黑夜交界的那条线，也就是所谓的晨昏圈，温度可能适中。但晨昏圈是一条窄带，能支撑多大的生态系统是个问题。不过2024年的研究给出了新的乐观估计，如果行星有足够厚的大气层，大气环流可以把热量从白天面传到黑夜面，均衡全球温度。地球上的大气环流就是这么运作的，赤道的热量被大气和洋流送到两极。如果红矮星的行星也有类似的大气环流机制，潮汐锁定并不一定是宜居的死刑判决。而且潮汐锁定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，永远朝向恒星的那一面。如果有海洋，蒸发出来的水蒸气会在黑夜面凝结成冰，形成巨大的冰盖。这些冰盖就像一个天然水库，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慢慢释放水蒸气回白天面，维持一个稳定的水循环。这比地球的水循环还要稳定，因为地球的水循环受自转和公转影响，有季节变化，而潮汐锁定的行星没有季节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行星能保住大气层。2024年那项关于红矮星耀斑源紫外线辐射的研究指出，耀斑能量是之前估计的3到12倍，这对大气层的侵蚀能力比想象中强得多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行星有磁场保护，或者有冰层覆盖，紫外线打不到水面以下，生命依然可以在冰下海洋里安全存在。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红矮星耀斑产生的原紫外线辐射平均是之前认为的3倍，最高可达12倍。这听起来很吓人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德国波茨坦莱布尼茨天体物理研究所的另一个团队发现，红矮星的耀斑可能没有原先认为的那么致命，因为耀斑大多集中在中高纬度，不一定是全向辐射。而且，如果行星有足够的海洋覆盖，水可以吸收大部分紫外线。即使大气层被削了一层，只要行星有磁场，或者有冰层保护，生命完全可以在冰下海洋里悠哉悠哉地活着。所以我站这一边，红矮星的耀斑问题是真的，但不是一票否决。
银河系里有几千亿颗红矮星，哪怕只有5%的红矮星行星真正宜居，那也是几十亿颗。而且关键是，这些行星的温暖期可以持续数千亿年，宇宙才138亿岁。这些行星的生机时代根本还在婴儿期。你要想想这个画面，现在宇宙里那些红矮星周围的行星，可能就跟35亿年前的地球一样，上面只有微生物，但它们有的是时间，1万亿年的时间。等到1万亿年后，太阳早就变成了白矮星，地球早就被红巨星吞掉了。人类文明如果还存在，也早已离开了太阳系。而那些红矮星周围的行星上，可能才刚刚迎来他们的寒武纪大爆发。我们觉得宇宙空荡荡的，没有信号，没有文明。但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宇宙里的大部分文明现在还没进化出来？我们不是等不到外星人，而是外星人还没出生。最后再说一个更离谱的流浪行星，不绕任何恒星转的行星，在星际空间里飘着，没有母恒星，没有阳光，永恒的黑暗。你听了第一反应是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宜居？但想想木卫二和土卫二，它们不靠太阳，靠潮汐加热。流浪行星虽然没有母行星给它潮汐力，但它自己的内核热量还在。如果它有冰壳，冰壳下面就可能存在液态水海洋。地核的放射性衰变热，加上形成时残留的内部热量，足以在冰层下面维持一个温暖的水世界。银河系里有多少流浪行星，估算差异很大。早期的预测说大约2000亿颗。2023年，美国航天局和日本大阪大学的联合调查，通过9年的微引力透镜观测，认为银河系中的流浪行星数量可能是普通行星的20倍，也就是数万亿颗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银河系的恒星总数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，流浪行星的数量比恒星还多一个数量级。每个恒星平均带着好几颗离家出走的孩子。数万亿颗流浪行星，如果只有1/1000拥有冰下海洋，那就是几十亿颗、几十亿个黑暗中的水世界，没有阳光，没有四季，没有昼夜，但内核的热量可能够用几十亿年。生命可能在那里诞生，可能在那里演化，可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。你要知道，地球上有一类叫深部生物圈的东西，在地壳深处几公里的岩石缝里，科学家发现了大量微生物。它们不靠阳光，不靠光合作用，靠的是岩石中的氢气和硫酸盐化学反应。这些微生物的总量可能占到地球全部生物量的一大块，但直到几十年前，我们才知道它们的存在。如果地球地壳深处都能养活这么多微生物，一颗流浪行星的冰下海洋凭什么不行？流浪行星还有一个优势，它们不受恒星生命周期的约束。恒星会膨胀，会爆炸，会变成红巨星吞掉周围的行星。但流浪行星不绕恒星转，它只靠自己。只要内核热量还在，冰下海洋就是液态的。地球的温暖期取决于太阳的状态，太阳变了，地球就得跟着变。但流浪行星的温暖期只取决于它自己的内部热量衰减速度，这是完全独立的时钟。一颗质量跟地球差不多的流浪行星，内核热量可能维持数百亿年，这比太阳的整个寿命还长。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们，因为它们不发光，
不绕恒星转，现有的望远镜几乎无法探测。美国航天局计划在2027年5月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，预计能探测到约400颗流浪行星。但这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绝大多数可能永远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。这让我想起一个说法，费米悖论问的是：宇宙这么大，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任何信号？一个可能的答案是，信号在冰壳下面，数万亿颗流浪行星的冰下海洋里，可能有好多个文明在聊天，但他们的信号穿不透几十公里厚的冰层，就像你在地下室里喊破嗓子，地面上的人什么也听不见。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我们真的是宇宙最后的文明吗？不，我们可能是最早的之一。宇宙138亿岁，看起来很老，但对于红矮星来说，这才刚开个头。红矮星能活1万亿年，现在只过了1.4%。如果宇宙是一座大学校，现在刚开学第1周，地球的温暖期快结束了，但宇宙里绝大多数温暖期还没开始。火星的温暖期在几十亿年前就结束了，但土卫六的温暖期要等60亿年后才开始。流浪行星上的冰下海洋可能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，但它们的生命演化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我们感到孤独，不是因为我们是末日后仅存的幸存者，我们感到孤独，是因为我们只能确认自己所在的这一小段温暖期。火星的糊床不是对地球的警告，金星的炙热不是文明的墓碑，它们只是走完了自己的季节，地球也在走自己的季节，只不过还没走完而已。宇宙没有死寂，宇宙只是在等待。那些红矮星周围的行星在等它们的太阳稳定下来，土卫六在等红巨星的温暖，流浪行星在冰壳下面默默煮着自己的汤。它们的温暖期，有的已经开始了，有的还要等几百亿年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恰好站在地球温暖期的尾巴上，往前看是已经落幕的邻居，往后看是还没登场的未来。我们像一群在秋天的傍晚坐在门口乘凉的人，觉得四周安静得可怕，但其实隔壁的房子只是还没搬进来，街区里大部分住户还没到呢。所以别怕孤独，那些寂静的星球不是死去了，它们只是在等属于自己的季节。就像你冬天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，以为它死了，其实它只是在等春天。宇宙的春天可能才刚开始。